第258章三名斗皇强者的战斗。巨大的台柱顶端之上，三道人影矗立其上，磅礴的气势将大厅内的众人压迫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大厅中，那蓝嫣然与葛叶满脸震撼地望着台柱上的三道人影，看这三人的气势，明显都是属于斗皇级别，这种等级的超级强者，就算是以那蓝嫣然的身份，平日里那也是极少能遇见。可如今在这墨家大厅中，却是忽然间猛地冒出三位来，这所带来的震撼力，直接是将那蓝嫣然那颇为不错的定力震得粉碎。这事得尽早向老师汇报。心中闪过一道念头，那蓝嫣然与葛叶对视了一眼，都是从中瞧出了一抹前所未有的凝重。三名斗皇强者，足以在加玛帝国内翻天了。矗立在台柱顶端，萧炎紧紧地注视这位青衣女人，虽然脸颊上的轻纱将她的容貌遮掩了去，不过在青衣之下，那玲珑有致的娇躯却是让的人心里清楚，女人的容貌或许不会太差。此时这位神秘的青衣女人先手在怀中不断挣扎的青灵额头上轻轻一弹，顿时挣扎中的青灵便是昏迷了过去。哼哼，小家伙，放心吧，我可舍不得伤害你。温柔地抚摸着青灵的小脸，青衣女人柔和一笑，左手将之轻轻地抱在怀中，这才抬起头来注视着成夹角之势将之包围的萧炎与海波东，笑盈盈的道：要是早知道会引出2名斗皇强者，我就早该动手了。这墨家的那所谓移植术，原来也并非我想象中的那般神奇，亏我还偷偷的暗学了一点，当真是有些不划算。听得青衣女子的话，下方的墨兰等人脸色皆是大变，他们墨家引以为傲的秘术，竟然被这神秘女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学了。这偷了鸡的贼，把鸡吃了后，还反过来责怪主人养的鸡不好吃。青衣女人的这番强盗逻辑，实在是将不少墨家子弟气得翻白眼。不过这白眼再如何翻，他们也不敢上前找人家理论，毕竟连斗皇强者都得郑重对待的强者，他们墨家还没有这种实力与资格，所以当下也只得阴沉着脸，将这苦果闷声不响地咽了下去。阁下是谁？为何抢夺青灵？萧炎盯着青衣女人的举止，黑袍下的眼眸微眯，冷喝道：这小家伙名字叫青灵吗？呵呵，挺不错呢。青衣女人笑道，先只小心翼翼地掀开青灵垂下的眼皮，紧紧地望着那瞳孔四周隐隐的3个小黑点之后，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轻声喃喃道：果然是碧蛇三花瞳呢，看来白牙的感应没出错呀。青衣女人掀开青灵眼皮的举动，让得萧炎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现在他也是明白了，原来这神秘女人也是冲着青灵那碧蛇三花瞳来的。从青衣女子现身之后，药老便是一直沉默了下去，想来是担心再与萧炎联系会被察觉出他的存在，清楚此点的萧炎，因此也并没有在心中询问着对方的身份。你先前所爆发的气息，为什么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难道我们以前接触过不成？青衣女子忽然抬头盯着萧炎，眉头微蹙，略微有些疑惑的道：是吗？不置可否的随意应了一声。萧炎冷声道：不管阁下究竟是谁，不过还请将青灵还给我，不然的话，那在下与我的朋友也只能动手强抢了。哼，这小女孩对我极为重要，交给你们倒是不可能。青衣女人笑着摇了摇头，目光从萧炎与海波东身上瞟过，轻笑道：虽然2位也是斗皇强者，不过想要将我拦下，确实还有些不可能。动手！听得青衣女人此话，萧炎再没有丝毫迟疑，一声低喝，汹涌的森白火焰猛地自体内暴涌而出，顿时大厅之内的温度骤然提升。脚尖猛地一踏台柱顶端，顿时一条条裂缝从脚尖之处急速蔓延而开，最后竟然从一路扩散到了地面之上。巨大的台柱顷刻间便是变得摇摇欲坠了起来。借助着弹射之力，萧炎的身体犹如那出膛的子弹一般爆射向青衣女人。在萧炎的低喝落下之刻，海波东也是闪电出手，手掌快速地结出调动能量的手印，顿时身前寒气凝聚，10几枚足有大腿粗壮的尖锐冰刺凭空成型，在冰刺的尖端位置上螺旋的雕纹，使得它看起来更具杀伤力。
袖袍青灰，10几枚巨大的冰刺散射而出，遍布的范围刚好是将青衣女人能够躲闪的空间完全覆盖。身形闪掠过半空，萧炎那蕴含着森白火焰的拳头夹杂着一股阴爆以及炽热，狠狠地砸向青衣女人。前有萧炎，后有冰刺覆盖，被前后夹击的青衣女人沉吟瞬间之后，脚掌一跺，随着咔嚓的声响，脚下的木头台柱猛地爆射出巨大的幕墙。与此同时，青衣女人右手扩张而出，5道翠绿色的金刺能量长鞭从指尖爆射而出，长鞭飞舞间将其整个身体包裹其中，而那些急刺而来的冰刺则也是被弹射了开去，一拳将幕墙轰得粉碎。萧炎脚膝微弯，身体呈弓形之状，瞬间后骤然拔高，闪电般的出现在想要破屋而出的青衣女人头顶上，身体凌空翻滚，脚背在狠狠旋转借力之后，带着呜啸的破风之声，重重地砸在了青衣女人肩膀之上。砰！一击中敌，黑袍下萧炎的脸色却并未有丝毫喜意，因为在他的感知中，被他砸中的似乎并非是人体，反而像是一截软绵绵的朽木，并且那朽木竟然还将他所爆发而出的劲气反射了许些回来，使得萧炎的身形略微有些不稳。加玛帝国的人果然都不爱喜欢讲理，这般暴力的倾向，难怪大陆上的强者都说你们粗鲁。被萧炎那砸中，青衣女人略微有些不满的道，右掌猛地举起，一股磅礴的绿色能量柱对准萧炎胸膛喷射而出，双臂交叉在胸前，森白火焰升腾而起，将那股能量柱尽数抵挡而下。虽然对方的攻击并未给萧炎造成伤害，可能量柱所蕴含的劲气依然是将他推射了出去。这里是加玛帝国，我并不想与你们争斗，虽然短时间内我不可能击杀你们2人，不过你们想要拦住我，也尚还差了点。望着那推射而出的萧炎，青衣女人娇笑一声，头颅微微扬起，一股比海波东强悍的气势猛地从其体内暴涌而出，顿时大厅的那厚实天花板轰然爆裂，木屑瓦片飞落间露出了外面那蔚蓝的天空。哼，告辞了，两位放心吧，这小女孩我并不会伤害她，类似墨家这种恶心的移植术我还不屑用。青衣女人笑道，一对翠绿色的斗气羽翼在其身后迅速成型，然后对着天空之上暴掠而去。玄冰盾结！望着那想要窜出大厅的青衣女人，海波东一声低喝，顿时天花板之处能量急速波动，寒气以一种快得让人心惊的速度闪电般的凝聚，最后在下方那震撼的目光中，竟然是凝固成了一个足足几十米宽大的冰盾，刚好是将天花板覆盖。哼，好雄浑的冰系斗气，不过凭你2星斗皇的实力还不足以拦截我。面对着那庞大的有些骇人的冰盾，青衣女人淡淡一笑，右手闪电般的结出手印，而随着她施展手印，其周身空间急速波动，眨眼时间起码上百条庞大的青色尖刺木桩凭空出现，然后夹杂着凶悍无匹的劲气狠狠地撞在那冰盾之上。咔嚓，在青色木桩一波波毫无停歇的冲撞间，坚硬的冰盾裂缝逐渐蔓延，最后轰然爆裂开来。告辞了。冰盾破裂的刹那，青衣女人偏过头，对着那暴冲而来的萧炎娇声一笑，双翼震动，暴冲了出去。阴沉着脸盯着那迅速升空的女人，萧炎背后微颤，一对宽大的紫云翼便是舒展开来，转过头对着那闪掠上一处台柱的海波东轻喝道：追！说完，萧炎便是率先展动双翼，犹如大鹏一般暴冲天际，对着那青色人影追了上去。站在木桩上，海波东望着那紧追而去的萧炎，忍不住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略微有些迟疑。虽然先前看似在他们2人的夹攻中，那位青衣女人应付得有些狼狈，不过海波东却是清楚，那女人的实力比他们2人中的任何一人都要强。若是在以前，按照海波东的性子，是绝技不可能帮萧炎去对付一名实力极强的神秘强者。不过在今天，萧炎却是拿一枚父子灵丹，彻彻底底地将他这名曾经的冰皇给暂时地套在了他的身边，并且成为了一名专用打手。所以想要尽快恢复巅峰实力，
海波东也不得不紧跟着萧炎，因此心中在略微迟疑之后，海波东只得苦笑着召唤出寒冰双翼，然后跟了上去。随着海波东的冲天起，大厅内弥漫的磅礴气势方才逐渐消散。大厅内所有人满脸麻木地望着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后室大厅，脸庞忍不住地抽搐着。这就是斗皇强者战斗的破坏力吗？也太恐怖了吧！狼藉的大厅，众人对视，心头却是逐渐泛起一抹滚烫与火热。今日过后，这场3名神秘斗皇强者战斗的事情，恐怕将会在顷刻间传遍整个加玛帝国，而他们则是第一批亲眼见识到斗皇强者战斗的人。不管如何，日后总是有了向人吹嘘的本钱。纳兰嫣然抬起俏脸，脸颊变幻着望着蔚蓝的天空，半晌后袖袍轻挥，转身便是对着大厅之外走去。走吧，葛叔，这里已经没有停留的必要了，立刻回去禀报老师，让他来查清楚这3位神秘强者的身份。望着纳兰嫣然那修长的背影，葛叶略微迟疑了一下，抬头望着那破碎的天花板，脑海中再度闪过先前那黑袍之下的惊鸿一瞥。绝对不会是萧家的那小子。狠狠地咬了咬牙，葛叶深吸了一口气，将心中深处的一道有些荒唐的念头紧紧压下，然后转身行出大厅。